这几天啊，发明斩杀线一词的中国网友劳 A 啊又火了。这名中国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有些人怀疑他根本就没在美国留学，他实际上是在铁岭留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内搞了这么长时间的直播啊，从来没露过脸儿，甚至别说露脸了，他都没有展示过西雅图的街景。他用的那些所有的视频呢，全都是一些网上资料。那你如果是不愿意自己露脸的话，那你比如说你这个手机你拍着西雅图的真实的街景的话，那给人感觉你也人在西雅图嘛。所以啊，很多人对他的身份呢都觉得有怀疑。但我个人觉得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劳 A 的斩杀线一词啊，确确实实是出圈了。就在前两天啊，有一个中国的女记者用这个英语不太好的提问呢，就问美国的商务部长贝森特。Thank you, Mr. Besant, and I'm the journalist from China Media Group. I want to ask that the FED said 37% of U.S. adults can't cover a $400 emergency. What do you think of it? 这贝森特当时啊义正言辞。As I sai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rts the financial standing of these households. 说有啊，全是拜登政府搞的。那这一下子，这可不得了。你想想啊。那过去啊，他说这个斩杀线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争论，说美国有没有？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对吧？然后呢，现在人家商务部长都出来说了。So do you think there is queue line exists in the U.S.? I can't. Do you think the queue line for people that have that's meeting a huge expense let's make from middle class to financial ruin exists in U.S.? Sorry, All right, let's move to the next question, I don't please.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I'm not sure you do either. 当然，也有人说啊，这实际上啊，由于那个中国女记者的英语不太好，那贝森特的英语又过于好啊，双方实际上是有点误解。因为实际上贝森特回答的是那个爱丽丝线，并不是斩杀线啊。What do you think of it? And some calls this the queue line or Alice line. 爱丽丝线啊，其实美国过去一直都有，大家都在提爱丽丝线啊。斩杀线这个贝森特可能不一定听得懂，因为你是中国的词翻译成英语的嘛。那这个贝森特可能就直接按照爱丽丝线就回答了。Again. 但不管怎么说，贝森特回答关于斩杀线的问题，那你想想，不等于间接证明了美国就有斩杀线吗？贝森特都说了，就是拜登政府一手制造的。与此同时啊，那国际的大媒体也都在纷纷报道斩杀线。你比如说《纽约时报》，袁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还有《经济学人》英国的啊，当然吧，中国的《求是》杂志最权威的杂志了啊，中国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纷纷都报道了斩杀线这个词。所以有人说，斩杀线这个词啊，已经成为近期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媒体共同关注的新名词。那《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呢的报道啊，我仔细看了，他的逻辑主要是什么呢？他说啊，中国最近为什么炒作斩杀线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下行，日子不好过了嘛，老百姓收入低了嘛，那怎么办呢？转移矛盾。你看，你觉得中国日子不好过，你再看看美国，美国我告诉你，你稍微不注意，从中产阶级掉到底下，可能也就2天时间，掉完去之后呢，就变成了 homeless 了，就在大街上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多惨啊！是吧？还有可能被人弄在一起，然后最后变成那个鹿岛，然后被人收尸体。你想想，这就是美国。然后呢，你看到美国很惨，你对中国的这种现实生活中间的生活困境啊，就大大增加了忍耐力。所以啊，袁立那篇文章最后提出的观点就是，斩杀线虽然讲的是美国，但实际上无关美国，它实际上讲的是跟中国相关的话题，让中国的老百姓认为你现在生活很幸福。那《求是》这篇杂志它讲的是什么逻辑呢？它讲的是说斩杀线啊这个名词下面美国的政治困境。它讲美国啊最近这些年千疮百孔，你的社保问题啊，你的国内经济发展问题啊，贫富分化问题啊，你都不解决。你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之后，你就想什么？说这些都是移民带来的，所以我们要筑墙，然后把这个非法移民都赶出去。你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他说这个实际上是美国不愿意正视自己自身存在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就是有斩杀线，你就是不愿意面对。当然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呢，也大概其都是这样的一个调门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斩杀线这个词啊，确确实实是出圈了。就在斩杀线问题出圈之后啊，这个劳 A 呢又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什么惊人的举动呢？他不是在美国的西雅图读医学博士吗？业余时间去在街上收尸体嘛。他说他这个斩杀线这个词啊被报道之后啊火了嘛，他就被人开盒了。这个这不是有人把我盒了吗？这直接有人把我拉到群里了。我给大家直播一下，是这个你看啊，就是大家看看吧，这有直接兄弟们太有意思了，直接有人开始拷打我了，这些人兄弟们可以啊，就是有人把我 QQ 号和手机号都泄露出去了吗？他这不是就直接网暴攻击我吗？很多人恨他，哪些人恨他呢？一个就是有一些移民中介，你想想，他天天讲美国水深火热啊，都孩子感恩节都吃不上饭，都是没有面包吃，都饿肚子。那你想想，还去美国移民吗？不移民了吗？所以这些人就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还有一些美国的主流社会的，可能是白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咱就不知道了啊。他讲的啊，对他也是恨之入骨。于是乎，就有人对他进行开盒。开盒的过程中间，他说有些信息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我做了很多的假身份嘛，我一共是做了4个假身份。那群开盒的人呢，很多人开到的是什么信息呢？是混合的信息，就是他开对一部分信息，开错一部分信息。有没有人全开对呢？有一部分人的信息开的是都对的，但是他还没有找上我，就是他们自己还不确定哪个信息真的是我。那他就很大压力了。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近兵荒马乱的 ICE 在街上动不动就把人给打死，是吧？他就非常焦虑。他说这20多天以来呀，他都没怎么睡觉，每天就睡2-3个小时啊，然后东西也吃不进去了。就是我差不多最后1个月的时间内，就是除开圣诞节那会儿吃了点东西，我最后那10天，就是从1月1号到1月10号，我2包奥利奥没有吃完，就是几乎是不吃饭的状态。我差不多掉了多少斤？反正我10天之内差不多掉了将近20斤。最后啊，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非常重要的决定，就决定美国的博士学位也不读了，然后呢，身边的这个东西也不要了，都扔了，扔的东西有4万多美元呢，决定孤身一人逃回中国。逃回也不一定那么容易啊。那前几天都说有那 ICE 的那警察都到他家敲门去了，敲门他没开啊，那如果开的话，说不定就直接一枪给击毙了。那怎么办呢？他就为了迷惑这些人呢，他搞了4种假身份，这个放烟雾弹呢，然后呢，在最后一刻才买一张机票，转机到加拿大，从那个机场转机到中国，中间只有4个小时，好惊险，好惊险啊！给人感觉就像那个美国当年拍的片子《逃离德黑兰》一样啊。但是有一部分人确确实实在一些是吧纸飞机啊，或者 Discord 啊，或者是叉上面啊，已经决定挨个去试了。等到我临走之前，实际上已经是有人给我发一些恐吓信啊，发一些软件，就是发一些邮件之类的东西，里面附属的图片都比较恐怖，是吧？然后就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有人说，就整个这个过程啊，堪比当年钱学森从美国逃回中国。跟他一起策划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叫团长的人一路跟他直接密谋啊。也有人说他的这个困难程度啊，都超越了美国抓马杜罗啊。你想想美国这个国家多强大，那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总统，睡觉的过程中，美国直接过去把他拎起来，直接就运回到美国，投到监狱里头去了。就是这么强大的美国，愣是没有抓住劳 A。因为劳 A 就是在美国这么强大的、这么密不透风的这个军事网络的这个控制之下，成功的穿越边境，经过加拿大逃回中国，了不起啊！所以他回国的时候啊，马上不就进行了一场直播吗？然后这个直播过程中讲他如何逃回中国，据说那天在线等他的人啊有5万多人。那在直播开始之后，据说在线最多的时候好几10万呢，都在等他讲述他怎么从美国逃回中国。然后那团长跟他在线上互动啊，那这个确实讲的是惊心动魄啊。然后在这个直播的后半部分，他又连线那个沈毅。等风波过去，我应该安安心心的把这些年的见闻都写出来。基本上就这样。别让自己飞在这个风口上，当风口上的猪其实不太好。然后又新西兰有个叫三妹还是什么人，3个人连线过程中间，
他又开始创造了一些新名词，什么叫糖霜苹果，就是讲那个美国那个很残忍呐，说怎么处理人的脑袋什么之类的，听得令人毛骨悚然。还有什么三通一达呀？你别说这个劳威这个人呢，很善于创造新名词。然后在这直播里还讲，他说语重心长啊，说你这个孩子如果在美国留学，我提醒你啊，在美国或者加拿大留学的同胞们，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在美国办任何身份证件，驾照也好，还是他那个居民证也好，不管嘛，你办什么东西，你们一定要看看他那个 donor 那一栏，他到底给没给你自动勾选上，你一定把那个东西取消掉。就是你愿意自己去捐献器官，如果是身高不测的话啊，一旦捐了那个东西之后，就一旦出了某些意外之后，我就把自己给捐出去了，对吧？就我整个人就不是我的了，我就捐出去了，是这意思吧？是的，就是你的父母想把你的尸体要回来都要不到。他说为什么呢？就是中国孩子很值钱，你没吸过毒，你的脑子正常，你的心跳蓬勃有力，你童年没有当过童工，你的所有的生理指标都在一个巅峰期。他说你知道，对于一个不吸毒、年轻、身体各个方面都非常好的中国人来讲啊，这种器官在美国多值钱。值钱意味着什么？有人会盯着你啊。所以他说了，在美国凡是勾了这个donor的，他们出事的概率就比一般人高。有人会盯着你的器官嘛。然后呢，你要是真是比如说被撞个半死的时候，人家不救你了，因为当时不听你的，医生判断直接就不救你了，把你的器官割下来，活摘器官就直接给别人安上了。听的是不是令人毛骨悚然呢？他这直播完之后，马上有人就把这个高晓松给一段视频给扒出来了。高晓松呢，10几年前当时不是做小松奇谈吗？他在美国申请驾照的时候，他还专门讲了这个故事。他说你看美国的驾照中间有个选项，说如果你要身高不测的时候，你捐不捐？你要捐的话你就勾上。当时高晓松就说这个制度特别好。为什么特别好？因为器官捐献啊，你自己不行的时候也来不及争取你的意见，你家人还不一定愿意，所以器官捐献这个市场供体就非常少。但是你这么一勾的话，不经过你家人同意就可以捐献器官了，所以美国的器官捐献率非常高。高晓松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结果呢，大家都把那个高晓松的视频扒出来，说你瞧瞧，高晓松当年这帮公知被美国人洗脑了，都不知道自己被人卖了，还在那儿替人数钱呢。就是这个 donor， 它这个圆的标志，它会在你申请驾照的时候，那个表上就有一栏，他问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一旦出了车祸，你愿不愿意捐献器官？就是我一旦出了车祸，只要我不行了，他不用征求我家属同意或者任何人同意，我律师，他只要看到这个 donor 就立即把我所有器官就捐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当然这个前提是中国得没有黑心医生的情况下啊。如果就贸然推行这个，到时候黑心医生您还没死呢，您看您驾照上有这 donor 直接就给活取了，我这也不太好。那么这些词啊，在国内又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啊。好像他在国内现在搞的粉丝团，那粉丝团我看有一个人说，他带着他自己12岁的孩子看这个视频，看着看着他就跟他孩子讲，他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在中国不好好学习，我就把你送到美国去当童工。你想想，那美国都水深火热到什么程度了？而且他那个粉丝团据说开团的问题是，切看美国啊，什么时候分裂变成春秋战国，眼看这国家就不行了。那么究竟应该怎么看劳 A 的这些理论啊？我今天来接着来讲一下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所有的大国其实在崛起的过程中间都会有一个叙事主体的竞争。其实劳 A 啊，所有的这些概念啊，我认为啊，如果你要陷入到具体的内容去讨论啊，价值不大，甚至说也讨论不出一个是非。你就比如说斩杀线，斩杀线呢，你说有，他说没有，他找到一个反例，你其实就没法反驳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说多和少的问题，这个东西啊，就谁都不会得出一个说服对方的答案，所以它实际上只有一个传播学上的概念，对于社会学上来讲意义不大。但是啊，我个人认为啊，就劳 A 他之所以在这一轮的舆论过程中间啊，通过一个斩杀线脱颖而出啊，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叙事主体的争夺。
大家看一下，劳 A 在直播中间讲过一段话，终于不再遵循着他们的所谓的傻逼的基督教价值观下的普世价值了啊，这是好事。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定要跳出他们的框架。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这种跳出框架是政治上的，还有什么有学术上的。他说欧美的叙事框架都是假的，什么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他说我中国现在就是应该独立于美国的叙事框架，筹建自己的叙事框架。比如说这个诺贝尔奖，就是它完全是西方话语权下控制的东西，完全是符合西方人学术价值和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你们能懂我意思吗？就是当你还在用他发明的语言、他发明的词语、他发明的语法在论证一些事情的时候，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指望它是公正的，它永远不公正。他说你中国你得不了，但中国落后吗？不落后啊，我们现在已经很先进了，所以中国完全不应该在意美国的诺贝尔奖。然后呢，他紧接着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就是这个文化层面的、社会层面的，也要构建自己的这个叙事框架。比如说，他说美国那普世价值里头就讲到是人人都平等，没有平等，哪有平等？那武松把那个潘金莲一家给杀了，是吧？为什么流放呢？那是因为乱臣贼子、奸夫淫妇的命，跟这个忠臣孝子的命就是不一样，就是不平等。武松杀你们一家，你们是奸夫淫妇，杀死了，活该。了不起也就是流放。但是西方呢？他说西方这个普世价值讲人命都是平等的，这是虚伪的、骗人的。中国应该跳离这样一个叙事框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构建一个自己独立于西方的叙事框架。因为这些润人、这些傻逼公之洋奴，他怎么都有话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科技成果，人家说你没有诺奖。如果我们有诺奖的时候，他就说啊，你没有科技成果，只有奖项，是吧？握不了地，就是总之都是老中药丸。你听他们说就没有一句好话。西方这套话语权我已经很厌烦了。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劳 A 的细节的论述，最后都可以归结为这个视频，就是他认为中国现在崛起了，要搞自己的叙事框架。这个叙事框架呢，跟西方是独立的，甚至呢可能比他们更有说服力的。那怎么看这个现象啊？在我提我自己的看法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大家都知道，1989年的时候啊，日本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啊，两个作者都非常有名，一个呢叫石原慎太郎。这个石原慎太郎原先是东京都的知事嘛，日本非常著名的右翼，在中国的知名度啊也非常高，因为他当时讲的钓鱼岛国有化都是他搞的，要跟中国干，是吧？另外一个人呢是索尼的创始人，这个人呢叫盛田昭夫。这盛田昭夫呢，在日本应该说是特别有名啊。他呢是一个酒厂的长子啊，然后25岁开始创业啊，然后创立了日本的索尼电器。这索尼电器啊，经过大概30年的时间啊，就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企业，成长为了一个全球领先的企业。所以在1989年的时候呢，这盛田昭夫跟石原慎太郎两个人就合写了这本《日本可以说不》的这本书。这本书啊，当时出版的时候，在日本影响非常大啊，就是印刷了100多万册啊。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你想国民才1个多亿嘛，100多万册的印刷量啊，在日本那是天量。这本书呢，我当年就读过，这2天我又重新读了一下，我特别有感触啊。那书的一开始就讲，说美国现在已经全面落后了，各个方面都比日本落后，都得靠我们日本。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说你比如说美国和苏联现在在全球范围的争霸。因为当年苏联还没倒台呢啊，这个跟美国之间还搞2极对立呢。他说美国和苏联都有这个战略导弹，都可以打到对方，但是苏联的战略导弹呢，它的误差率啊大概是60米，美国的导弹的误差率呢是15米。那他说美国现在正在突破它的技术啊，研究这个技术啊，希望能够把这个误差变成0，就指哪打哪。但这个盛田昭夫就说了。他说：“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导弹的技术靠的是谁吗？靠的是我们日本，我们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如果美国不从我们日本拿这个技术的话，那美国的导弹就乱打了。或者说，我们日本如果要是把这项技术卖给苏联，那你想想这世界变成什么样了，对吧？那你美国你还能跟苏联竞争过程中占有有利位置吗？不可能了吧？
他就讲，美国现在这个国家只有短视，他只考虑10分钟之内的事情，而日本呢，日本考虑10年。我们日本呢，为什么说全面领先于美国呢？日本在技术方面，技术的产业化方面，也包括最后产业化之后把它销售方面，全面领先美国。美国什么都不行，美国的企业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根本不考虑员工的利益。而我们日本呢，我们日本是终身雇佣，这个终身雇佣啊，就建立了一个日本企业家跟员工之间的命运共同体。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啊，那熊本那边有一个电器厂，这电器厂有个18岁的女工，18岁的女工就做这个半导体嘛。这个半导体的企业，它的良品率一直不太高，就老是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大家都在找问题，找不出来啊。结果就是这个18岁的女工有一天下班之后，她要坐电车回家。坐电车，她回家的时候等着这电车进站啊。电车进站的时候，她不是轰隆轰隆对这个地表上形成了一种震动吗？这个女工就想了，她说他们这个企业，这个厂址离旁边的这个电车站很近。她说这种震动本身呢，会不会影响这个半导体企业装配过程中间的良品率呢？突然这个他脑洞大开啊！你别看人这个18岁的女孩没读过大学啊，但这个想法是非常有创新的。哎，第二天他就跟他的主管讲了，小组长一听，没准有道理啊，就一级一级向上汇报。汇报那企业就很重视啊，最后就根据这个去研究，发现果然这个良品率跟旁边的这个电车的震动有关。后来呢，就在这个企业跟这个电车铁路之间呢，挖了一个壕沟。这个壕沟之后啊，电车的震动啊就传播到这个企业来了，然后良品率一下上去了。他说：“你看到了吗？我们日本每一个员工都会为了企业的利益啊，殚精竭虑，这是个共同体。但是美国呢？美国不是，你们企业家只考虑企业家的利益，自己开私人飞机什么的。我们日本的企业家也都坐经济舱，穿着工服跟工人一起嘛。你看看，你美国，你早晚有一天，你这种压迫性的、剥削性的制度，最后会反噬你。”然后呢，紧接着石原慎太郎就讲了，他说日本现在已经是世界领袖了，日本是被低估的国家。那你是经济方面你已经成长成了一个巨人，然后在政治方面也要成长为一个巨人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美国在日本驻军在那个禁止射击的水域里头搞射击，还把日本的保安厅的一个巡逻船给打了。他说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容忍，必须向美国说不。他这个《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当时就是这么来的。紧随其后他就讲了，他说日本由于半导体这个行业非常先进，美国离不开日本嘛，所以日本在国际秩序方面，甚至包括广场协议啊、什么汇率方面都不能配合美国。日本就应该把半导体拿来当做武器化，跟美国干。然后日本要做好啊，成为一个世界领袖的心理准备，在亚洲这个地区要帮助其他国家。言下之意，因为美国你已经日薄西山了，而我们日本要成为世界领袖了啊。然后他两个人合写了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出版之后啊，特别有意思啊，它是1989年出版的，然后1996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呢，作者之一就是现在中国的那个出版人叫张晓波，是吧？天天跟凤凰的谁一起喝酒那个张晓波。当年他出这本书啊，实际上是传了几个作者。他们用20几天的时间里头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实际上当年是挺烂的，因为20几天能传出什么内容啊？基本上就是宣扬中国民族主义叙事嘛，讲那个铁娘子无疑跟美国在 WTO 谈判的过程中间拒绝美国，然后呢驳斥美国，然后呢他就讲到了，他说中国不要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我们将来也不会给你们最惠国待遇。言下之意，就等我们中国彻底强大了，我告诉你，你美国你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惩罚你。实际这本书过去整整30年啊，现在重新读的时候还挺感慨的啊。但这本书当时啊出版的时候呢，实际上国内很多批评，甚至人民日报、就新华社主流媒体都批评啊，说这种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啊，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危害的。后来张晓波就因为这本书走到了出版界啊。然后过了几年，他又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其实这些书啊，当时都是贩卖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捞钱的。张晓波自己后来都承认。但是这一次劳 A 啊，他重新搞这一套东西的时候，你看中国自己的中心主义叙事的时候啊，我发现其实情况有变化了。
那么有些人就讲，他说这是一种新营学。什么叫新营学呢？营学这个词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这个词最早是来源于10年前。10年前不是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厉害了我的国》，还上院线了啊。那上院线之后呢，好像没多久就给下架了。那个《厉害的我的国》啊，它其实就是一种营学嘛，就是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什么都是中国赢了嘛，大国重器啊，各个方面不得了啊。但是后来据说好像下架的说不能引起美国人的注意，这要闷声发大财啊。所以有人总结了营学的几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呢，营学就叫厉害了我的国，就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领域里呢就是比你强。当年那个厉害的我的国，基本就是这条调调啊，哎，这个是高铁呀，中国的大国重器呀，基本是这个。后来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在所有的领域内都比你强。那这个调调在最近2年就比较兴盛啊。你想中国现在经济崛起嘛，新能源汽车啊、光伏啊，包括稀土啊，都掐美国的脖子嘛。那这给人感觉攻守易势了啊。第三个阶段，就是你们美国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比我们中国还糟糕。那这个呢，实际上当年早期的老毛那个时期的叙事也是如此啊。那全世界都水深火热，只有中国特别幸福啊。那么到第4个阶段，就是这个劳 A 这个叙事了，基本上是你美国在所有的方面都非常糟糕。有人说为什么我这么低俗？我告诉你，我再低俗也是我自己的国际理论体系，也不是跟着西方那一套走啊。而且我在我的论证角度里，就是我们的基地是在长大的，是吧？美国的基地是在缩小的啊。这个九宫阿官吃太多了，九宫之力用的太多啊，下面已经萎了，干缩成葡萄了。而我们中国在所有的方面都无比正确，所以有人称之为新营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新营学的理论之所以现在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大家对比一下当时日本的《日本可以说不》那本书，它都有非常强的时代背景。日本当时写《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正值日本的泡沫经济的顶峰。日本从1945年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到60、70年经济起飞，到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达到了顶峰啊。那时候的日本确确实实啊，整个日本差不多都是纸醉金迷啊，觉得全世界舍我其谁啊，说东京都一个都的地产啊能够买下整个美国。所以当时日本有很多财阀到美国就买啊，说帝国大厦都被日本的财团给买去了嘛。当年日本东京的歌舞伎町到后半夜的时候出来打车1万日元给出租车司机都不少钱的。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呢，确确实实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泡沫经济的顶端。所以写了《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啊，赢得了日本人广大的共鸣。而中国实际上劳 A 的这一套所谓的中国抛弃欧美国家的叙事，建构以中国的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的传统道德这一套体系的叙事啊，哎，其实它的背景也是中国经济最近10几年来的高速发展。这个呢，我们要客观看待。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啊，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写完的第2年，也就是1990年，日本呢就迎来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现如今啊，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0年，大家都说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我们在这个时点再去看《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啊，感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日本认为自己全面超越美国了，可现实呢？30年之后呢？超越没超越呢？显然是没超越，甚至在很多领域都落后了，甚至还被中国这些国家所赶超了。那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是索尼的董事长吗？但大家知道最近的新闻，索尼把自己的家电业务都卖给了中国的 TCL。当然索尼啊，在日本的企业中间还算是不错的，它有高端的那些制造业啊，比如说那照相机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日本经济现在是前面有美国，后面有中国，而且日本的经济衰落在过去的30年啊，大家眼看得见的。如果说30年前的日本是买特别有钱，30年之后的日本呢，那确确实实啊，普通日本人，我们自己在日本的生活啊，感觉啊，确实还是挺不容易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点，就是日本当时战后的发展啊，它其实带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你就比如说，当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
没有当时日本开足马力给美军制造后勤保障的这个基地，那日本的经济会发展起来吗？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美国正好赶上第一次产业转移啊，然后把大量的产业转移到日本，你说日本能发展起来吗？也未见得，对不对？再加上日本是战败嘛，所以他不需要养军队，所有的这种安保啊或者军事都外包给美国了，可以心无旁骛的去发展经济。所以日本呢，战后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天时地利人和。那人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特别容易把一种短期的运气当作长期的趋势，这就是人性决定的。因为人对过去的苦难，你如果自己没有经历过，你是不会产生物理感受的。你就比如说今天的中国，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呢，是经历过食物匮乏时期的，小的时候吃肉吃不着嘛。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一出生就出生在今天的中国繁荣的时代。你跟他讲小的时候没有肉吃，他们不相信，他也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对60年的大饥馑也没有印象，所以那种他人的记忆很难形成自我情绪。那么人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中间，你都是根据自己的感性经验来做长期预测。就像日本当年繁荣了40年，繁荣了40年，可不就认为我们就应该一直繁荣下去了吗？所以他就实际上把这种顺风顺水的运气当做了长期趋势，把一种周期当做规律，当做一种长期趋势，这其实是非常要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如今的日本，你再让他去看《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还有几个日本人会认同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呢？我讲了这么多我回过头来我想讲的是什么道理呢？我就想讲，其实中国今天改革开放40年发展到现在会不会也是一种运气加上周期呢？你想，我过去在节目里头曾经也讲过我觉得中国的运气蛮好的。为什么呢？70年代末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赶上老毛死得早，76年就死了嘛，对不对？76年死了之后呢，邓小平上台，然后79年11届3中全会就开始搞改革开放了，就开始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假如老毛再多活10年，那你想想还有老邓的事儿吗？没有老邓的事儿了，老邓上不了台，那中国还有改革开放吗？那都不一定了，历史都不知道怎么走了也许后来接班的那就是江青、毛远新这些人了，对吧？那么当时中国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正碰上了整个全球化过程中间第2次产业转移。什么转移呢？就是日本、亚洲的4小龙，韩国也包括台湾、新加坡这些地方完成了第1次工业化之后呢，产业升级，然后呢把初级产品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当时正好赶上了人口红利，你想就当时的高出生率，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源源不断的农村的劳动力，然后呢就成为了给这些亚洲4小龙做这种两头在外这个制造业在中国的这样一种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靠着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的经济赢得了30年的持续繁荣。当然最近10年它产业也在升级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不赶上那当年的机会之窗，现如今再搞改革开放，还有这么大的机会吗？不一定因为中国当时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没有跟中国体量相似的国家跟中国竞争这些产业的。你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别人也需要跟你竞争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当时是挺好的赶上这么一个命运的窗口。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区分的是就是一个国家的持续繁荣，到底哪些是运气的因素，哪些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在我看来，中国的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那还是有法治这样的一个推动，也相对来说促进了个人的自由。那你说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文化底层逻辑中间的一部分，都是从西方舶来的。市场经济也好，个人自由也好，法治也好，契约也好。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些都抛弃了，或者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不重要，中国的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的以家庭为核心的那些东西才是中国繁荣的因素，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这就是
把短期的运气归结为长期的趋势。换言之，今天的中国经济如此之繁荣，你能预测30年之后中国继续繁荣吗？中国还会一直好命相伴吗？不一定啊。如果中国重走日本那条路呢？你回过头来再看今天劳 A 的这些所谓重建中国叙事，你又作何感想呢？所以啊，在我看来，虽然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不错，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啊，已经强大的这种民族自信、自主自信啊、文化自信都有了，但是啊，在盛世能够听到威严，在这个整个全民狂欢的同时啊，能听到一些冷静的声音。从日本这些国家里头，他们走过的路啊，能给我们自己泼一点冷水啊。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在今天最需要的声音。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跳出这个框架，很简单，我们看看美国人的逻辑，是吧？这是你看，我们不卖大豆给中国人，中国人就会饿死啊，就是全部都是老中的问题啊，老中只有问题没有优点。就是你按照他的话语权，你怎么说都说不过他啊！你总是在这讲什么人权报告，人权报告，我们从头就不应该搞什么人权报告。我告诉你，应该搞什么？改政治报告、道德报告。我们应该搞的就是道与法、道德与法治。我告诉大家，我们要建立一个以什么样为主的道德体系，才能跳出他们这个框架。美国这个框架是以基督教为主的普世价值。有人说最合理的就是客观生存权啊，不是的。不是的，不仅仅是的，就是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西方的所谓的法是什么东西。就是西方所谓的法，就是总给那儿给你剖析，好像自己很有逻辑，好像自己很有逻辑链条，很冷静的在那儿给你分析啊。比如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西方问题，就是你的手比我的下半身干净吗？啊，如果人是自由的，你的手是不是比我的下半身更值得被尊重，更值得能够挣钱？如果不是，我们女性为什么不能用下半身挣钱？这就是典型的什么道德滑坡，就是我们在这只讨论冰冷的个体上的相关性。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手，我有那什么啊，那他俩是不是对等的？就是我们只考虑原子化的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平等存在的，这种抛开了所有道德束缚的评价。那我告诉你，中国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看过武二郎杀潘金莲和西门庆吗？啊，请问武二郎就是武二最后是判了什么罪呢？流放啊！有人说为什么愿意判他一个流放呢？是吧？潘金莲只杀了他哥，但是武松杀了他全家，那武松不该死吗？按照西方价值观、建立道德啊，人命就是人命，对吧？啊，一命抵一命，大家都是一样值钱的。不是的，这套西方国际价值观在我眼里简直就是狗屁。忠臣孝子能和奸夫淫妇一命抵一命吗？兄弟们，你们告诉我，我们现在就不讲法律，我现在就要讲道德。你告诉我，奸夫淫妇的命和忠臣孝子的命一样值钱吗？对吧？这是你永远在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下面你去聊，那就是大家人人平等啊，你的命是命啊，奸夫淫妇的命是命，是吧？忠臣孝子的命也是命。我说放你妈的屁！你少他妈跟我说什么人人平等，所谓西方普世价值观这一套，忠臣孝子就是比奸夫淫妇的命值钱。哪怕在封建社会，武松这样的没有门路的普通人，也是有人愿意保的，是吧？你少他妈跟我来一套什么谁什么什么的命也是命。